你干什么？不是要照顾病人吗？哎，小姐，我是给病人拿东西去啊。怎么，你跟大手术了不起啊？没什么了不起，像我这么厉害，不是靠运气的。你这话有意思啊，我也没靠运气啊。别这么敏感，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用失望，以你的水平输给我是很正常的，就是这样。世婷，我不是一个喜欢跟别人挑战的人。既然你话说的这么丑，你记住，孔医生作证，下次我一定打败你。好，小开，我看好你。啊，谢谢孔医生，下次啊，我一定给你做手术啊。喂。啊，伯母啊。哦，是吗？发烧了。好，我马上过去。好，不客气。帮我拿一下。哎，孔医生，我怎么样啊？啊，肺部没问题，不会是肺炎。伯母，您放心吧。哎呦，没问题就好，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啊，天意。不用谢。这样，我再给顾老测一下血压，让您更放心啊。好好好好。哎，啊，你先忙，我出去一下啊。好好。兰兰，孔医生已经说了，你爸不会有事儿的。兰兰，你为什么总一个人坐这儿，不进去看看他？不习惯。那这又何必呢？你现在也不是小孩子了，再说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你何必跟他怄气呢？我没跟他怄气，跟他犯不着。哎呀，他毕竟是你亲生父亲呐。天底下有这样的亲生父亲吗？是，不能怪你，也不能怪他。要怪，就怪妈妈吧。都是妈妈不好，哎，是妈妈不好，没嫁好人，让你受苦了。兰兰，你要吸取妈妈的教训。兰兰，我觉着孔医生就非常的不错，他人不但细心体贴，而且非常沉稳。啊，妈，你又在想什么呢？我是在告诉你嘛，不要错过好男人，要不然就来不及了。我跟孔医生就是朋友，而且只是同事，他对我没兴趣了。那是朋友更好了，这样有感情基础嘛。哎呀，妈，你别胡思乱想了。我的事我自己会处理啊。好，妈妈相信你。孔医生，谢谢你这么关心我爸爸的事情啊。我知道，真的是麻烦你了。你好像心情不太好，是吗？啊，没有，最近工作有点累。那是不是因为外科主任的事？所有人都觉得呢，你是不二人选，那你还担心什么呢？是吗？不会吧？秦医生刚做了一个大手术，在全市甚至全省的媒体都在大肆宣传。他现在更有资格当外科主任了，我想是不会有人有异议的了。我有异议。是吗？我觉得秦医生的医术和水平都很好啊，但是科主任是带领外科全面发展的，需要的呢是一个领导，而不是英雄。我觉得秦医生不适合做领导。这么说，你觉得我这种人当不了英雄吗？走吧。秦医生啊，您的意思是说他现在要做第2次手术了？这次瘤子只有2个了，是不是手术风险相对小一些了，秦医生？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因为他现在脑的肿瘤的位置比较麻烦，不过只要碰不到周围的脑部的组织，就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您不要太担心了，你要相信秦医生，只要过了这一关，永元就会痊愈了。是啊，到时候永元就可以给我画更多的漫画了。等我脑子好了，说不定智商会飙升到200呢。
对啊，哎，多么好啊，真的会呢。来，大家呀，吃水果啊！来来，不用了。喂，马上来。儿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到底是啊？您放心吧，秦医生马上来。儿子，放心，医生来了。秦医生，怎么了呀？半小时前瞳孔稍微放大，对光反射存在，意识模糊。秦医生，他到底怎么了？他别急。我刚看过 CT 报告，因为血肿已经挤压了脑干，出现了严重的脑水肿，颅内压明显升高。同时呢，他是因为呕吐造成吸入性肺炎，所以我们要安排手术。好的，做什么手术？我不明白，做什么手术啊？因为他现在颅内压非常之大，简单来讲，他的头快要爆炸了，不做手术不行，非常之紧急，不好意思。哎，阿姨，秦医生，您放心吧。秦医生，签字。你回去洗澡睡觉了。永元刚才的情况，是不是如果晚一步就救不活他了？来迟一步，说明不巧。麻醉药的时间过了30分钟，给他开始检查。昏迷指数是8，那么就是酶变坏了。你说的这些情况都是真的？不会是什么无聊的花边新闻吧？啊！
不是。我仔细看过莫西的照片，他的腹部的确是非常的大，而且大的出奇。凭我的经验，他应该不仅仅是脂肪堆积，是某些心理疾病所造成的。而且我知道，他经常在家闭门不出。你怎么看这件事啊？院长，我觉得，如果我们为莫西做手术能够成功的话，那莫正田先生一定会很开心的，因为他非常爱他这个儿子。这样的话，他应该会捐款的，而且他非常乐于做慈善事业。哦，我明白。怎么了？您是不是觉得我的想法非常幼稚啊？哦，不，你的想法非常好，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能否实现就很难说了。我听说这个莫正田脾气古怪，极爱面子。如果他儿子的事真能让他难堪的话，他一旦察觉我们的目的，肯定就没戏了。是，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尝试一下。手术如果成功的话，这莫正田先生他捐不捐款，全在于他。我们按我们的想法做，您觉得？那就试试看。嗯。莫总。你好，穆老总。哎，干什么？能打扰您几分钟吗？什么事？啊，我是慈幼医院的院长，这位是孔天翼医生。我们想跟您谈一谈你孩子的身体情况。对不起，没什么可谈的。哎，穆老总，您孩子身体确实有些情况，需要马上手术。孔医生是最好的外科医生，保证手到病除啊。我不管他有多好，我告诉你，你是不是以为我请不起医生？世界上最好的医生我都请得起。我还告诉你，我儿子他没有病，他很好，他不需要什么医生。我劝你们呢，不要再纠缠这个问题了。我谢谢你们的关心，但是关心不能变成骚扰。莫总，怎么样？我说过，没那么简单吧？只好再找机会了。放心吧，我会的。哎呀，你不能进去啊，不然我会被莫总我要见莫西先生，你不要拦着我。哎，那你先去找莫总啊，等他同意了你再来，别在这儿难为我了。耽误了病情，啊、你可要负全部责任。哎，不能进去啊！哎，等一下，您不能进去啊！哎，等一会儿，哎。请问你是莫西先生吗？你是谁啊？我是慈幼医院的医生孔天翼。我说了我不见人，你怎么干活的？哎，对不起，他非要进来，我一下没拦住啊。是我冒昧。我来找你是想告诉你，你的腹腔之内，经我判断，有一个巨型的肿瘤，如果不切除的话，可能会危及生命。谁说我有病？你才有病呢！给我出去！你听我说。我说了我没病，你再不出去，我叫警察了。哎呦，对不起，请你回去吧。啊。你是不是很喜欢看足球啊？怎么了？踢过吗？不关你事儿。我有个儿子，今年8岁，他跟你一样，也很喜欢足球，也同样喜欢曼联队。他每次看完球赛之后，他都会叫他的朋友到球场一起玩，可能会搞得满身泥泞，甚至浑身淤青，但是他很开心，因为这是他的人生。我知道，你从10几岁就在这个房间没怎么出门，每天除了看电视就是吃这些垃圾食品，对吗？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愿意出门？因为你觉得自己的体重越来越重。错了，我告诉你，是因为你腹腔之内有个肿瘤在慢慢长大，所以你经常感到胸闷、气喘，对不对？所以你越发不愿意出去，你失去了你的生活，失去了你的朋友，你只能在电视里看别人的生活。你难道就不想重新回到以前的你吗？很简单，接受手术，把肿瘤切除掉，你就恢复到以前了。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凭着从来没有人跟你说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手术，这是为你好，不然的话，我不敢保证你的生命会延续多久。一定要做手术吗？是。那手术成功的几率是多少？我也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你这种手术在国际上成功的几率不是很高的，但是我来做，成功几率会大很多。你要想到，如果不做的话，我不敢保证你的生命会延续多久。给我爸爸打电话，说我有事找他，叫他赶快回来。啊，好。准备一下，好，他肚子里有个肿瘤。OK， 医生。他的肿瘤很特殊，重量大约10到20斤，就好像妈妈怀着小孩的重量。他右半边膈肌抬高，以致他的肺的扩张受限，同时他的腹腔内的脏器完全移位，而且脊骨管已经有3处被瘤侵入了，整个瘤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我想了一种方案，是从背后开刀，这样可以把脊椎旁边的肿瘤和神经血管分离出来。可是，要分清神经周围，需要3、4个小时，对病人是种考验。但这样会太冒险，很难分辨出肿瘤的供血血管，弄错了可能会影响脏器的正常供血。那如果从正面腹腔开始，然后把肿瘤剥离出来，然后再给它进行结扎，再把他的人翻过来，这样会不会好一些？但如果你在翻动过程中出了什么错，他会终身残废的。不解除他肺部的受压，他是迟早会被憋死的。这样做生存率会很低的。但是做总比不做强吧？不过呢，简单估计这台手术起码要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田毅啊，我们集体说服莫老板把他儿子的手术交给我们来做，可是我们低估了手术的难度。如果手术中间发生了任何闪失，就会产生副作用。我看倒不如赵院长，手术肯定有难度的，我开始就想到。可是有难度，并不代表不能成功。你有信心吗？有。莫西的病情就是这样。没想到，真的是瘤子啊！真的只有做手术才能治好他这个病吗？是，因为只有手术，才是挽救莫西的唯一的途径。我相信你，但手术必须成功。其实每个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像您儿子这个手术风险就更大。但是您放心，我有把握。你有信心吗？有。好，既然我儿子已经同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只要别出问题，手术只要成功，我就可以捐助1大笔钱给你们医院作为感谢。哎呀，太好了，莫总啊，真是太好了！到时候啊，我们可要感谢您呐。还是先把手术做好了再说吧。您放心，我们医院的医生啊，水平都是一流的，我保证这个手术绝对成功啊！你放心，放心啊。我想请您同意。钱的事你尽管开口了。不是钱，我是希望您能同意，在手术过程中，我们医院能够全程把手术的过程拍摄下来。这样的话，可以作为资料，对以后的教学还有报告都有意义，对国内的研究也是很大的贡献。您觉得呢？如果您同意的话，请在这份协议上签个字。我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有没有把握治好我儿子的病？您放心，我有把握。好，那我签。谢谢。
现在永元的情况就不是那么好，但我们已经尽力想办法来帮助他了。顾医生，要不你解释一下？永元前2天开始发烧，白血球也一直在升高。我们发现他右侧的肺炎越来越严重，呼吸困难的状况进一步加重，所以，金医生啊，这是干嘛用的？这个插管是帮助呼吸用的，千万别动它。啊，现在是他的肺炎影响他的呼吸。秦医生已经帮他做了气切手术，这根切管是帮助他呼吸的，维持生命体征。你们能救活他吗？会不会是手术本身的问题啊？颅内手术的危险性就比较高，现在这种状况也不是什么意外的。我们都希望永元没事，就要看他的运气了。哎，文勇，你不是去看过永元吗？他什么情况？现在还在昏迷当中啊，但手术过后，什么鼻胃管、气切管、脑部开刀后放置的血引流管和神经脉置管，反正什么管现在都插上了。永元他真的好可怜啊！我最喜欢他给我画的漫画了。你说好人怎么永远都这么不幸啊？还有顾兰，又被他那个狠心的妹妹派去干脏活，长期值夜班，我看他简直就是公报私仇。对，她们姐妹俩现在就像电视剧里的人物一样，什么家族恩怨、爱恨情仇。哎，文勇，你说是不是啊？我这事我哪清楚啊？哼，他才不这样认为呢，向着顾伟还来不及呢，重色轻友，你就饶了他吧。哎呀，小花是在跟温柔开玩笑呢。哎，那个怎么不见顾兰的妈妈张阿姨啊？我听说她去陪老公了。什么？她陪她老公去了？对啊，好像去什么疗养院，什么名字不记得了。你怎么了你啊？怎么了？怎么了你？没有，吃饭。一惊一乍，真奇怪。没事，吃。哎呦，好，哎，来，慢一点啊，哎，慢点啊，怎么样？张阿姨啊，你是温柔？哦，来，这位就是顾伯母吗？是。他怎么会这样？老年痴呆症。来，怪不得顾伟他会这样的。什么怪不得呀？哦，对了，你来干什么？我有点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到那边谈一谈？不是。好吧。老顾啊，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那边等会儿回来再喝。我去给你准备手术室去，好不好？好。哎，这就对了啊。手术室。坐，阿姨。好。坐。其实这边护士也很多，完全可以照顾顾伯伯。您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受累呢？你看那人都变成这样子了，我怎么能不照顾他呢？那是不是顾兰告诉您顾伯伯在这儿的？对，是我逼着他才跟我说的。完了，怎么办呢？怎么了？什么怎么办？其实是这样的，原先都是顾伟一直照料顾伯伯的，他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顾伯伯在这里。但是现在呢，医院的所有人都知道顾伯伯在这里，只有他不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了。什么知道不知道的？你说的乱七八糟的，我一点都不明白。我跟你说，其实这件事情呢，哎呦，怎么说呢？我是偷偷摸摸跟踪顾伟，才知道顾伯伯在这里的。要不是那天顾兰非逼着我说，我就不会稀里糊涂的都跟他说了。如果让顾伟知道这件事情是我说的，那完了，这辈子他都不会再见我了。你是不是看上顾伟了？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看得出来啊。行，这样，我答应你，我尽量的避开顾伟，好不好？真的，阿姨。那我谢谢张阿姨了，真的谢谢张阿姨了。那我先走了。行，张阿姨。都来了。关主任，关主任，孔医生，你们好。现在孔医生来了，坐。坐。哎呀，搞什么名堂你啊，关主任。来坐，你们坐。今天请孔医生来，由他出题，他是考官。你们俩哪个答题又快又准，就可以跟他进手术室。小开，你没问题吧？啊，我没问题。诗婷呢？我也没问题。那么，孔医生啊，那这样吧，3个常见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外科细菌的感染主要有哪2种？啊，还有这个内脏外露应该怎么处理？第3，锁骨下静脉穿刺有哪些禁忌症？5分钟答出来，开始吧。时间到了。孔医生，你先看啊。现在开始宣布了。第一个问题，你们的答案就是关于外科感染的2大常见细菌是什么？第一个为化脓性，第2个为厌氧性细菌。你们都答完了，并且答得很准确。但是这个诗婷的加了注解啊，他说这个肠道手术之后呢，首先应该注意革兰氏阴性杆菌。对，这一点你详细的很多，小开没有。第2个问题就是关于一个外伤的内脏露出的时候应该进行怎样的现场处理。是，答得对，千万不能回纳，这会造成腹腔感染。最要紧的呢是现场找一个器皿或者布将外露的内脏包住，尽快送到医院进行处理。都答得很准确。第3个问题，锁骨下的静脉穿刺的禁忌症为里面有躁动不安，还有焦虑。这个问题呢，小开的3种答案都答出来了。诗婷只答了2种。那最后的结果呢？最后的结果，小开胜出。耶！谢谢孔医生，谢谢关主任。哎，你干什么？你知道这里是男更衣室吗？哎，你让开，我要找人好不好？小开，哎，你小开，小开，干嘛呀你？我要进手术室。不是说好了吗？谁赢了谁进手术室吗？不行不行不行！哎呀，你有什么事你先出去说。不行，小姐，这是男更衣室。你不答应我，我就不出去。哎呀，你怎么不讲理呀你？哎，小开，求求你了，最多你以后什么备皮啊、灌肠，我帮你，好不好？你说话算数。再加一个导尿，同不同意？哎，好好了，哎呀，你快出去啊！你还没答应呢。哎，好了，快出去啊！呀，小开，谢谢啊！快出去！啊，哎，你们慢慢换衣服吧，我不打扰了啊，不打扰了，慢慢换衣服啊。这。孔医生啊，给你资料啊，好了是吧？啊，都在这儿了。对。啊，行，那你早点休息吧。啊，你刚刚看了这么多的数据，可明天还要做手术呢，你千万别把自己绷得那么紧，好辛苦呢。没关系，只要能把这个病人治好，我就不白辛苦了。为了医院，应该把它做完吧。来，我带你去个地方啊。
现在？嗯。你没看我在忙吗？哎呀，别说那么多了，走了。我现在在忙呢。走，走了。顾兰，你干什么呀？哎，慢点，慢点，到这来干什么呀？哎，慢点。你带我来海边干嘛呀？我带你来轻松一下啊。哎呀，累都累死了，还轻松呢。别喊了，人家以为我欺负你。哎呦！哎，顾兰，我求你了，好不好啊？别喊了。好舒服啊！你疯了？没事吧你？我以前呢，每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都会跑到大海边，不顾一切的大喊大叫一通。虽然我知道自己最后还是要面对那些事，但喊过之后呢，我觉得心情好了一点，真的。不信你试试。我不会。害羞啊？没有。不要啊！你不要怕嘛，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喊吧。我保证你感觉一定很棒。好。这么晚了，没有人的，不要害羞了，尽管去喊了，来吧。好。好。要大声一点喊。加油！怎么样？真是好久没有这么大声喊过了。哎，你别说，真的很爽。不错吧？谢谢你啊，谢谢你这个学生见朋友。谢谢大海吧。谢谢大海，不过还得谢谢你啊。不客气。来击个掌。哎呀，程先生恢复的不错啊，心率已经稳定了，各项指标都正常了，很快就可以出院了。谢谢孔医生不客气。孔医生那边都准备好了，请您过去吧。哦，是吗？对不起，我走了。孔医生，今天的药吉派林2500个单位，每日1次，皮下注射，潘正经25毫克，每日3次啊。哎，孔医生，你要签遗嘱。哎，吉派林、潘生丁，哎，这两种药不是相冲吗？哎，让一下啊！著名企业家莫正全的独生子莫西，今天在慈幼医院接受腹部肿瘤切除手术。现在莫西正在去手术室的路上，我们可以看见陪同他的有他的父母，一旁是慈幼医院的手术一定会成功的。推进手术室。是。莫先生，放心吧，手术一定会成功的。好，拜托拜托。好，不用担心。马小开呢？小开把机会让给我了。孔医生，你要加油啊！虽然我帮不了你什么，但是我在精神上一定会支持你的。你们两个开什么玩笑？这是医院定的事，怎么可以随便换人呢？时间来不及了，以后不能这样了。抓紧时间换衣服，快！好，手术开始，手术刀。止血钳。止血钳。
这些钱。病人一切正常，心率92，血压128、69。好，开始缝合。不错不错，完全正确。是。好，各位媒体朋友们，这就是孔天翼医生。啊，大家好，莫先生你好，莫太太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刚才有点事来晚了，久等。坐吧，关主任。好，咱们媒体见面会现在正式开始。首先，我要祝贺莫总，他的孩子莫西，在我们医院成功的进行了手术。这个手术的主刀就是孔天翼医生。谢谢你们2位啊！你们医院真是了不起，有像孔医生这样的人才，将来你们的医院也是大有前途啊！啊，谢谢谢谢。下面，请孔天翼医生给我们讲几句啊。说句实话呢，这个手术啊，现在在国内外确实比较罕见。手术本身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经过莫总的同意呢，我们已经全程拍摄下来了。那这个在以后的医学教学啊，包括一些医学界之间的学术交流，都有很积极的作用。我会在这个未来的日子里呢，慢慢的把这个资料和报告整理详细。到时候呢，还请各位医学界的朋友啊和媒体杂志，希望你们能够多多帮忙，谢谢啊，谢谢。莫总，莫西这次手术这么顺利，您打算怎么感谢慈幼医院呢？大恩不言谢嘛。开个玩笑。为了感谢，我要对慈幼医院进行一次捐助，同时我代表我的家人再次感谢慈幼医院。好，好，好，感谢各位媒体的光临，祝贺你啊！我又不是做手术的，你祝贺我干嘛？那我为你高兴啊！辛苦你。对啊，为我们的国家终于可以回家睡觉了，更大的贡献，真好啊！醒了，要喝水吗？我的手，我的手，我的手！医生，医生，医生！哎，怎么了？他一直看着自己的手，好像很难受啊。哦，哎，别紧张啊，让我来看看。哎，别紧张，别说话。医生，我的手，好，我的手，别紧张啊，来放松，自己试着动一下，来动手指。他不听我的使唤啊，他不听我的使唤了。来，有感觉吗？玲玲，给我看看。现在的症状很像是中风。怎么样啊？感觉还好吗？程太太啊，究竟是您爱人自身原因造成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造成的？这还需要临床观察一段时间才能够知道。够了，欺负我们不懂医学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找朋友问过，他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以我丈夫的体重、年龄、病况来看，他被安排服用的剂量是错的。吉派林跟拍生丁这2种药根本就不能搭配用，你们医院得负全责。啊，有这样的事情吗？不好意思啊，他的病历我还都没来得及看呢。是哪个高明的医生给我开的药？你请他过来，让他过来。他的医德何在？随随便便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吗？我丈夫现在连巴掌都伸不开，他以后还怎么弹钢琴？你们毁了一个优秀的钢琴家。我理解啊，不过请你放心，我们医院呢一定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哼，
少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你们最好马上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否则我一定要到法院去告你们。还有，如果我丈夫的艺术生涯受到影响，咱们法庭上见。小开啊，关主任过来。你说孔医生给他开错了，他怎么会开错药呢？不应该是他，这是常识性的错误。关主任，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后来想，孔医生的医嘱怎么会犯错呢？所以就没放在心上。而且当时时间又特别不允许，他走的又急，你看，连医嘱上都忘了签名。病人怎么样了，孔医生？没事，轻度中风。我去看一眼。哎，别，等他情绪安定下来再去看他吧。我总得去看一眼吧。啊，不，院长跟他在里面正聊着，你要是进去更麻烦。你怎么配的药？孔医生，我是按你给我的医嘱做的。我的医嘱会配吉派林和潘生丁吗？啊，我问你，这样相冲的药我会让你配吗？可是，确实是你让我配的。跳入深深的大海，逃进失意的冰块，回不去深深的悲哀。听说你在看不见，仿佛美丽一瞬间。蔚蓝的天忽然变了脸，轻声哼着每一首，伴你度过每一周。蓦然哭泣的剪发落，用着抱着你的脸，抹去你淡淡的爱恋。蔚蓝的天画出地平线，说不尽的对白，唱不出的依赖。你走着生命的无奈，我呼吸着爱的精彩，无声无息的空白，数不清闪烁的期待。懦弱的心让我给你打开。说不尽的对白，唱不出的依赖。你走着生命的无奈，我呼吸着爱的精彩，无声无息的空白，数不清闪烁的期待。懦弱的心。